彭老3天前就是在这附近失联的。能量节点和彭老理论里说的一模一样。田队，这里有东西。老彭的。警戒！射击！不好，快撤！往东北方断墙后撤！停顿！小心！哦，爷爷，我带了您爱喝的小米粥。小云，把门锁上，窗帘拉严。爷爷，快！小云，我时间不多了，听着，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必须记住。爷爷，您的病……这不是病，这是斑虫诅咒，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东西留下的烙印。53年前，我还是749局的外勤调查员。表面上，我们是民俗文化研究所，实际上，我们守护着华夏大地的秘密。749局，守护什么？龙脉，以及散落在龙脉节点上的4块元晶碎片，水空地天4块碎片，维持着微妙的平衡。但20年前，一次事故让它们散落了。接触碎片的人会被碎片所在地区的地脉同化，就像我这样。那该怎么救你？提起4块碎片，让它们重新合一，才能逆转同化。第1块就在科纳斯湖底。这本笔记是我的老搭档彭老留下的。他当年在罗布泊不是失踪，而是去追查碎片线索了，里面有他研究的所有资料。彭老，那个著名的科学家，他和749局……没时间解释了。小云，你遗传了我的地脉感知，虽然很微弱，但你能感应到碎片的位置，这是宿命。定龙针能探测异常磁场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爷爷，我……快走！斑虫发作了，它会让我产生幻觉，我可能会伤害你。田老先生，该量体温了。别让任何人知道。749局现在也不安全了，有人也在盯着碎片。爷爷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找到碎片救你。1980年6月17日，罗布泊，我看见了龙脉的真实形态。不过，思想失衡必有大灾，碎片必须找回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湖底其实有一座祭坛，水之碎片就在那。当地传说古怪，或与碎片能量具象化有关。师傅，去机场。目标已离开医院，带着笔记本和电动针，是否能进？不，让他去喀纳斯。我们需要有人帮我们找到第1块碎片。啊！飞往喀纳斯的飞机即将停止登机，
有前往喀纳斯的旅客，喀纳斯，请您前往登机口。等我。你是庭云吧？你爷爷委托我来接你。我爷爷？他什么时候委托的？哼，昨晚通过加密频道，他说你需要一个向导，尤其是去喀纳斯湖这种地方。我是陈星海，前749局外勤特工。你爷爷的老部下陈建明是我父亲。我好像在爷爷的笔记本见过。我爷爷怎么样了？情况不稳定，斑疮发作频率增加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快点。上车吧，路上我跟你说说喀纳斯的情况。喀纳斯湖的湖怪传说从清朝就有记载，但近10年的目击报告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以前的描述是巨大黑影，近10年变成了发光巨影，而且目击者事后都出现了轻微的地脉同化症状。皮肤出现发光纹理，对当地水质异常敏感，甚至能模糊感知到湖底有什么东西。这是低程度的斑疮诅咒，所以湖底确实有碎片，几乎可以肯定。但问题在于湖心区有强磁场干扰，所有电子设备下去都会失灵，而且，这不是生物。749局的初步分析认为，这是碎片能量具象化形成的地脉能量在特定条件下的实体投影。我们该怎么对付它？不知道。20年前749局的彭老曾带特工前来打捞，但失败了。之后因为彭老在罗布泊失踪，该行动就被永久封存。啊？地脉感知？你继承了挺老的能力。不过这种感应是双向的，你能感觉到他，他也可能感觉到你。你身上有定龙针？什么？你是？我叫阿燕，从湘西来调查湖水的。果然奶奶说的一点没错。你怎么知道定龙针的？这个问题你得问你爷爷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3个月前开始，湖里的鱼陆续变成这样，喝了湖水的人也会出现斑苍和幻觉。这湖底有东西在泄露能量，和爷爷的斑疮有点像。碎片能量外泄污染了水体，所以必须尽快处理。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一块晶体碎片，我们得找到它，带走它。带走？没那么简单。我奶奶说过，这种与地脉相连的宝物都有守护灵。硬抢会遭天谴。他们要干什么？当地人把这一切认为是湖神发怒了，要给湖神献上祭品。祭品？他们用活人祭祀啊！这可是犯法的。跟上去看看，但要小心。得救他！等等，你们看湖面。碎片就在那下面。湖神啊，请接受我们的供奉，平息您的怒火吧。不行，快跑！天云，
回来，那是能量实体。星海，怎么办？能量体需要磁场支撑形态，用定龙针改变你周围的磁场。它的核心在胸口，那里光芒最盛。可我们没有武器，该怎么攻击？只能用这个了。这是局里研发的磁场干扰器，但需要近距离攻击。寒烟，带牧民跑远点。那你们小心！快跑，快跑！星海，我想办法制造空气，一针见胜。明白。好机会！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没完全消灭它。碎片能量还在，它很快就会重组。你们看湖底，啊，碎片就在那里。啊，外族人，你们击退了湖神的愤怒。那不是湖神，是湖底的东西泄露能量形成的怪物。我们必须拿走那东西，湖水才能恢复正常。啊，那座祭坛是我们先祖留下的，传说下面镇压着不祥之物。你们真能处理它呀？我们就是为此而来的。明天正午阳气最盛时，我带你们去湖心。但如果你们失败，激怒了湖神，我就把你们抓去献祭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们说的749局到底是什么组织？一个官方不便承认但确实存在的机构，负责处理所有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，尤其是涉及地脉、龙脉这些玄学概念的。我爷爷和彭加木教授都是早期的成员。彭加木，我奶奶提过这个名字。她说几十年前有个汉人学者来过苗疆，问了很多关于地气结节和上古晶石的事，应该就是他。彭教授的研究指出，4块碎片可能来自史前文明，甚至可能是上一个人类文明留下的调节器，用来平衡地球能量。但20年前一次实验事故导致碎片散落，接触者会被碎片所在地区的地脉同化，最终变成像廷教授那样。所以你们要集齐4块，救你爷爷？不止如此，碎片散落会导致当地地脉紊乱，引发各种异常现象，就像这湖里的畸形鱼。我跟你们一起去湖底，我的蛊虫能在水下短时间活动，可以探路。太危险了！我是巫医传人，处理异变是我的责任，而且我能感觉到那碎片在散发一种悲伤的情绪。情绪？万物有灵，那种级别的能量结晶经历了漫长岁月，恐怕早已生出微弱的灵性。它好像在求救。这里就是祭坛正上方，在水下约30米。氧气只够20分钟，动作要快。我先让蛊虫下去探路。祭坛周围没有大型生物，但磁场很乱，我的虫子接近到10米内就失控了。寻龙盘能稳定磁场，我走前面。就是它，水之碎片。
能量读数极高，状态不稳定，好像被什么控制着。啊！那些镜子是阵法的一部分，导致碎片被锁在祭坛上了。祭祀、镇压、平衡，这不是简单的存放，是有人故意把碎片封印在这里，用它来稳定这片区域的水脉。那如果我们拿走碎片，会不会导致水脉失控？不知道，但也等不了。触发防御机制了。氧气还剩10分钟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我有个想法，阿燕，你说碎片在求救，我能感受到他很痛苦。也许他不是被封印，而是被囚禁。有人用祭坛抽取他的能量，维持某种平衡。这些镜子可能是关键。是不是调整所有镜子的角度就可以破坏这个阵法？快！我懂了，那根本不是怪物，而是碎片能量逸散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。这是碎片的记忆。哈，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拿走碎片破坏了平衡，治疗它了，快上去！你们拿走了胡鑫的东西。他本不该在这里，我会用它去救人，然后找到他真正该在的地方。愿先祖保佑你们。凤凰山，那不是1994年 UFO 事件的发生地吗？时空异常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必须去。爷爷，等我，第2块很快到手。铅盒能屏蔽大部分能量辐射，可以有效避免被追踪，但碎片之间会相互感应，离得越近，这种屏蔽效果越弱。有人在追踪我们？不确定，但我父亲失踪前曾警告过我，749局里不干净，有人对碎片有别的想法。彭教授提到，凤凰山有时空异常，这和1994年的 UFO 事件有关吗？局里有档案。1994年6月，凤凰山多名村民声称看到天空有发光飞行物降落山林，吸引很多村民进山搜寻。有人回来后出现时间记忆错乱，其中有的人觉得只过了几个小时，但他实际上失踪了3天，有的人则相反。时间错乱，这已经超出普通的地脉异常范畴了。
笔记上说第2块是空质碎片，可能和空间时间有关。查票。几位，票看一下。能。去哈尔滨旅游啊，凤凰山风景不错，就是最近有点不太平。不太平？听说山里老有人失踪，找到的时候胡言乱语，说什么看见另一个自己，时间倒流之类的，邪门的很。他刚才多看了千鹤好几眼。我也注意到了，他手指关节有老茧，不像普通内车员。这么快我们就被盯上了？可能今晚得轮流守夜。阿燕，你上半夜休息，听云你守中间。我守下半夜。确认在3号包厢，千鹤屏蔽太强，无法精确定位。让他们下车，山里动手。有人在等我们下车后，在山里动手。果然有人觊觎碎片，而且还不是普通势力。要提前下车吗？不，提前下车更显眼。按原计划到哈尔滨，然后换车去凤凰山，但线路要变，不能直接去景区。对方知道我们要去凤凰山，如果他们是局里的人，那很可能也看过彭教授的笔记，或者知道碎片的大致位置。那我们岂不是明牌了？未必，我在七四九局待过，知道他们的行动模式，我给他们准备点惊喜。往前走，出站左转，有辆灰色面包车等着。上来吧。坐稳了。果然有后手。阿燕，准备好了吗？哼，辣椒粉加致幻草药，够他们难受一阵了。走这边。陈哥，好久不见啊！谢了，小吴。介绍一下，庭云、阿燕。小吴是我在局里时的技术支援，现在算自由职业。陈哥说你们需要去凤凰山，还要避开眼线。我建议不走正规路线，咱们从林场那边绕进去。林场？凤凰山背面有个废弃的国有林场，20多年前就没人了。但林场小道还能走，从那里进山能避开大部分监控和游客。好，装备呢？都准备好了，防寒服、登山装备，还有这个，这可是避障衣的改良版，能一定程度上抵御磁场干扰和能量辐射。那我们需要在山里待多久？看你们找东西的速度。凤凰山内部磁场混乱，GPS 和指南针都会失灵，最好带个老式罗盘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有这个，那没事了，这玩意儿比军用的还稳。山里除了时空异常，还有什么危险？你们跟我来。本地传说，山里有山魈，会模仿人声诱骗旅人。还有人说，深夜能在林子里
看到过去的影子，比如几十年前进山采参人的幻想。时间碎片化，空之碎片可能扭曲了那片区域的时间流，导致不同时间点的景象重叠。那活物呢？动物会不会也受影响？有报告说，发现过体型异常大的野兽，但攻击性不强，反而有点呆滞，好像搞不清自己该在哪儿。凤凰山之谜不在山高，而在时空交错之节点。守山人玄机颇为关键，若遇勿敌勿信，先观其形。彭加木，1978年11月7号。守山人玄机，彭教授见过他。玄机，我查查资料库。哎，有了，凤凰山地方志里提过一句：清末民初，山中有一少女，自称守山人，容颜不老，常救助迷路者。最后一次记载是1947年。1947年，那到现在如果还活着，岂不是100岁了？但彭教授1980年还提到他，难不成他……这世界上还真有不老的人吗？或许和碎片有关，很可能。长期接触碎片能量，可能产生了某种变异。看这个方向，似乎是凤凰山鸭群惊飞，山里有不寻常的能量波动。碎片在活跃，准备一下，1小时后出发。小吴，你留在外围接应。明白。对了，陈哥，我查到点东西，关于你父亲的。说，他当年在双鱼玉佩事件中失踪前，最后一条通讯信息不是发给局里的，是发给一个加密号码。我破解了一部分，只有3个字：煮酒阴。煮酒阴，《山海经》里那个？不清楚，但这个代号在我能访问的局里加密档案中，权限等级是最高级。煮酒阴可能就是现在追踪我们的势力。不管是谁，挡路的都得让开。若是跟我父亲有关，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陈哥，你要的硬货。这是脉冲能量干扰器，对非实体能量生命有奇效。谢了，小吴。这衣服，这就是我说的改良版避障衣，用的是最新纳米材料编织，掺了少量朱砂和云铁粉，能够有效隔离异常磁场和低强度能量辐射。关键部位还有碳纤维护。有草药味。嘿嘿，阿燕姑娘识货，内衬浸泡过凝神去邪的药液，持续散发，对精神干扰有一定抵御作用。从小吴给的卫星图和林场旧图比对，从这里进山，沿废弃运材道走大约3小时，会抵达第一个可能的时空异常区——回头崖。那里常有人莫名折返，怎么都走不出去。鬼打墙，鬼打墙，更可能是空间循环或是时间暂停。笔记本提到守山人玄机，他可能在那里，这也有可能是他不老的秘密。无论如何，碎片在山顶区域，我们必须上去。带上这个，这是微型卫星定位信标，每2小时自动发送1次加密坐标。如果信号连续中断超过6小时，我就带人进去救援你们。外围就交给你了，保持无线电静默，但监听公共应急频道。明白了，陈哥。我刚刚查到点关于煮酒阴的新线索，这个代号的首次出现不在局里档案，而在一份1952年解密的老蒋特务机关绝密文件中，提到他们在撤离大陆前曾试图寻找并控制龙脉节点，行动代号就是煮酒阴，负责人姓沈。沈？和后来局里那位沈仓副局同姓，是巧合还是？如果煮酒阴是传承了几十年的组织，那他们的目的和渗透程度可能远超我们想象。先不管他，反正我们神挡杀神，出发。山雀已入林，雏鸟状态良好，注意，老鹰的爪子可能已经伸进去了。有东西跟着我们。方位不止一个，四面八方很轻，不是大型野兽。有几个快速移动的矮小身影，似人非人，皮肤暗绿，眼睛在黑暗中发出微光。山魈，能量读数很低，但有生命反应，可能是长期受碎片辐射影响的本地生物。
产生了变异。他们没有直接攻击的意思，更像在观察或者驱赶。看他们包围的方向，像是在把我们往某个方向赶，不是回头路，而是侧面的岔道。后面？可是刚刚侧面的岔道不是被藤蔓封死了吗？奇怪，藤蔓什么时候消失的？怎么办？硬闯未知路线，还是按原计划？寻龙盘有反应，可能是碎片逸散能量的汇集点，或者是玄机所在。我的蛊虫感觉到岔道深处有很纯净的气息，跟上去看看，保持战斗队形。我前，阿彦中，平云后，有任何部队立刻撤退。来了，比我想的晚点。彭加木的笔记，看来你们读的不太用心。您就是守山人，玄机前辈。是我，坐吧。走了半夜，该累了。放松点儿，这要对付你们，不用等你们走到这儿。平卫国的孙子，陈建民的儿子，还有南疆巫医的传人。小鹏那家伙挑人的眼光倒是不差。玄机前辈，我们是为了控制碎片而来。我爷爷他……我知道，斑疮诅咒、时空扰乱、龙脉失衡，还有煮酒阴那帮蠢蠢欲动的虫子。你们的问题以及根源都在山顶那块镜子上。您知道煮酒阴？一群被权力和贪欲蒙了眼，自以为能掌控天地的可怜虫，从民国折腾到现在还没死心。就是他们早年实验的失败品，被我赶到外围当哨兵了。实验用活物？不然呢？他们最早想用碎片能量创造不死军团，结果造出了一堆没有理智、只凭本能驱逐外来者的怪物。后来又想直接控制碎片，代价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人永远困在了山顶的时间回廊里，成了碎片力量的一部分养料。啊！时间回廊，这就是控制碎片的核心能力之一，它能折射储存甚至小范围时间的篡改。山顶区域已经成了一个错乱的时空迷宫，贸然闯入的话，运气好点就像那些采参人一样，看到一点过去未来的幻影；运气不好就是死。我们该怎么拿到碎片？拿？你们打算怎么拿？像拿石头一样把它抠出来带走？知道那会引发什么后果吗？我需要用它去救我爷爷，还有去平衡其他龙脉。救一人还是救一地？控制碎片是这片山脉时空结构的中心点，强行拿走碎片，整座山甚至周边区域的时间流速都可能彻底崩溃。可能是时光飞速流逝，眨眼100年，也可能是时间无限循环，永困一日。难道没有两全的办法吗？您是守山人，守护这里几十年，一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办法不是没有，而是很难，非常难。办法不是没有，而是很难，非常难。碎片需要被安抚、被引导，然后被迁移，而不是被掠夺。需要建立一个临时稳固的时空节点，承接碎片移走后的能量空缺，并引导碎片的力量平稳过渡到新的载体或位置上。具体要怎么做？首先，你们需要取得碎片的认可，它是有微弱灵性的，尤其是时间非常敏感。你们必须进入时间回廊，通过它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直面你们各自与时间相关的，可能是过去，可能是未来。通不过，就会永远迷失在回廊里。我们愿意试试。别急着答应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需要构建一个强大的3项稳定阵法，以地脉之力为基，纯净之水为引，无暇之念为枢。在碎片被移动的瞬间，稳住这片时空。在碎片被移动的瞬间，稳住这片时空。地脉之力，寻龙盘可以引导。纯净之水，我带来了1瓶苗疆圣泉。无暇之念是，就是主持阵法者必须心无杂念，信念纯粹坚定，且与碎片灵性有共鸣。这个人选你最合适。巫医通灵，心思纯净，但过程极其凶险。你的意识会直接与碎片灵性对接，稍有动摇，就可能被同化或撕裂。我可以。最后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新的载体，必须能承载时空之力。小鹏笔记里应该提到过一件东西。有了，昆仑古玉凝山川之精，可纳时空之息。彭教授说，他当年在昆仑山死亡谷考察时，发现过一块特殊的古玉残片，有稳定时空的特性。后来交给了局里归档。古玉碎片
我好像有印象，局里珍宝库有一件编号749-07的藏品，就是一块不起眼的灰白色玉片，据说是彭老上交的。小吴也许能想办法。如果能拿到那块古玉残片作为新载体，成功率能增加30%，否则只能用你们的生命硬扛，九死一生。给你们1晚时间考虑，明早天亮前给我答复。若决定继续，我便带你们去回廊入口；若放弃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碎片我会继续守着，直到下一个有缘人或者他自己失控的那天。你们怎么想？我想试试。奶奶说过，遇难而退，非无一所为。我能感觉到，碎片也不想困在这里搅乱一切。我们没有退路，也等不了。那些被碎片影响的地方和人也等不了，再难也得闯。好，那我们就赌一把。我现在就尝试联系小吴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搞到那块古玉碎片。阿叶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而且我觉得玄机前辈其实很孤独，守了这么多年，他也希望有人能帮他解脱吧。周夜，有怪物！能量生物，还是被辐射变异的？不是完全的生物，他们身上有死气，但又被某种能量驱动着。寻龙盘显示，他们和空之碎片有微弱的能量联系。开火！有效，但杀伤力不足。他们还有残存的生物本能，敌生能干扰。我试试干扰能量连接。好，就是现在。哦，他们退了，但没死透，那些能量在支撑他们。他们往山深处跑了。能量连接的源头在那边，难不成这些就是玄机口中说的碎片的守卫？但为什么是狼的形态？也许是以前死在这片山里的狼被碎片能量复活，或者固化了时间。今晚不能睡了，轮流守夜，高度警戒。时空错异点正在扩大，我看到了1943年的自己，他在挖一个坑，不是我在挖。我试图和他说话，但他听不见。这是单向观测还是平行时间线？守山人玄机警告我，不要试图干涉既定的影像，否则会被时空乱流撕碎。这身年头不够，再往深处走走。这是时空幻影吗？彭教授说的既定的影像。啊，刚才那边是不是有光？别疑神疑鬼，快走！天黑前得找到地方过夜。刚刚那一幕真实的有些可怕。昨晚我看到采山人的幻影了，和笔记里描述的一样。时空的重叠现象越来越明显，说明我们接近碎片的核心区域了。我的蛊虫反馈，前面的空间结构很奇怪，像有很多层叠在一起。四季同时存在，时空在这里完全混乱了。寻龙盘也疯了。这棵树应该是时空错位的节点，被碎片能量击中的那一刻，它的状态应该是被固定住了。磁场读数异常，辐射背景值超标100倍，就是这里了。陨石坑还是……这是什么？糟了！别碰那东西，它会吃掉时间。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守山人玄机，你运气好，今天我在附近，再晚一点，你就掉进时间夹缝里，永远出不来了。时间夹缝？刚才那是……那亮晶晶的东西是空之境的碎片，它把这片山的时间搞乱了，到处是裂缝和陷阱。你刚才挖的地方就是一个裂缝口。空之境碎片，你知道它的来历？知道一点，但它不该在这里，我得找到办法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。在那之前，我得守着，不让更多人被它害了。
寻访者，小心暗夜，他困在时间里太久了，已经疯了啊！后来的寻访者，小心暗夜，他困在时间里太久了，已经疯了。那是彭教授年轻的时候，还有玄机。不是幻觉，是过去某个时刻的时空记录，被碎片能量激活重放给我们看了。玄机最后说的话，暗夜是谁？时间，给我更多时间！我要看到未来，我要修正错误。安燕，查到了，民国时期的气象学家，1942年在凤凰山考察时失踪，原来他也被困在这里了，被碎片变成了时空囚徒。玄机让我们小心他可能已经被碎片能量彻底侵蚀，变成了这里的另一个守卫或者怪物。时间是宝藏，也是毒药。新来的祭品，把你们的时间给我，来加入永恒的时间循环吧。准备战斗，这次的敌人是时间本身。83年，我困在这里83年了，每一个瞬间都在重复，又都在破碎。把你们的现在给我，我需要新鲜的时间流来修补我的存在。疯子！没用的，物理攻击对时间的残影有什么用啊？我就是时间，时间就是我。它能操控局部时间流速。驯龙盘能稳定磁场，时间流速和局部物理法则磁场有关。试试干扰它周围的时空结构。你们竟然有秩序之力，但你们对时间的力量一无所知。时间回廊开！啊，这安燕开启了时间回廊，三人被分割开来，各自陷入不同的时间碎片幻境中。爸，建民，这么晚还在工作？沈副局，有些旧档案要回的，是关于双鱼玉佩和罗布泊古城的吧？我劝你，有些秘密知道太多没好处。廷局和彭教授就是太执着，才一个病倒，一个失踪。我只是履行职责。职责？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稳定，而不是追逐那些可能颠覆一切的危险知识。把拍的东西给我，我可以当没发生过。阿言，过来！记住，地脉是活的，它会受伤，也会愤怒。我们无疑是调和者，不是征服者。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元晶的力量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贪婪，引导他，安抚他。元晶，那是什么？是4块石头，水、空、地、天，本是平衡世界的，但它们碎了。碎的时候，大地在哭泣。我年轻时遇到过一个人，他叫彭加木，他在找他们。他说碎片在呼唤拯救者。阿言，你天生灵性强，或许你就是被选中的守护者之一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修复被打破的平衡。
老彭，确定要这么做吗？4项归位实验风险太大了，必须做。我们的监测显示，4块碎片之间的能量共鸣正在减弱。如果不主动激活并引导他们重新建立连接，平衡一旦彻底打破，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是全球性的地质灾难。但强行在实验室环境下模拟龙脉节点，万一失控，所以我们才选了这里，远离人烟的749局西北分部，用这块相对温和的水质碎片做引导实验。魏国，相信我，也相信我们的计算。啊！能量反噬，关闭装置。好！错了，全错了，不是这样引导的。碎片需要的是共鸣，不是强制。我们引发了他的自我保护机制，他们逃散了。必须找到他们，在我彻底消失之前，把方法留给后来者。为什么你们能挣脱时间的回忆？把你们的经历给我，我要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。我明白了，你根本不是想修补自己，你是贪婪，你想吞噬所有时间，成为这片区域的时间之神，你早就疯了。碎片的力量不能强行控制。阿燕，你被碎片诱惑，迷失在时间里，变成了他的奴隶，还想拉更多人下水。时间应该是流动的河，不是囚禁的牢。阿燕，该让你解脱了。攻击他的能量核心。我用蛊虫干扰他的能量流动结构。我来用寻龙盘锁定他最真实的那个时间点。他刚接触碎片，即将激变，但还有一丝理智的瞬间。找到了！1942年6月，凤凰山气象站，年轻的安彦第一次触碰到了坠落的碎片光芒。谢谢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了。小心，山巅的镜面，不要看自己的倒影太久。结束了。他解脱了，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不该看的秘密。那些幻境是碎片想告诉我们的事吗？也许吧。现在我们更清楚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必须成功。山巅的镜面，控制碎片的本体就在那里。那不是自然现象，能量读数爆表了，整个山顶都被控制碎片的力量扭曲成了独立时空。我的蛊虫拒绝靠近，说那里没有时间的感觉，很可怕。山巅并非实体，而是控制碎片力量具象化的进攻。入口随时间变换，为正午时阳气最盛，光照最薄，可见镜明。入内者需心智坚定，不被无限倒影所惑。彭加木1980年12月1日于进宫外围。进宫，无限倒影，看来是精神层面的考验。阿燕，你有安定心神的药物或方法吗？有凝神香，但效果有限，主要靠我们自己。三人等到正午时分，阳光垂直照射山顶，那七彩光照果然变得稀薄了一些。
隐约能看到光罩表面有一扇由光线构成的不断变换形状的门。就是现在，进！就是现在，进！好晕，分不清哪里是实，哪里是虚。别盯着倒影看，跟着寻龙盘的指向走。这边，跟我来。这些是可能的未来，或者我们内心的恐惧。镜子在映照我们的心魔。碎片顺利合一，爷爷得救，龙脉恢复平衡，我们成了英雄。触碰这面镜子，未来就是你的。还在犹豫什么？这就是你冒险的目的，不是吗？只要一步就能实现。别信，那是陷阱。进攻在利用我们的渴望。不对，如果未来这么容易得到，彭教授和爷爷早就做到了。这不是未来，是镜子根据我们记忆和欲望编织的幻象，是用来麻痹我们，让我们永远留在这里的陷阱。拒绝馈赠，那就面对真实吧。这是攻心为上，让我们被恐惧和绝望压垮。我看到了，这些痛苦，这些失败，都是真实存在或可能发生的。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不能倒下。彭教授记录这些，爷爷承受这些，你父亲可能正在经历这些，阿燕的家乡正在遭受这些。如果我们在这里被吓倒，那这些痛苦就真的没有意义了。镜子想让我们看见绝望，那我们就让他看看什么是希望。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逃避痛苦，而是为了终结痛苦，为了爷爷，为了那些被碎片影响的人，也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。说得对，我父亲教过我，特工最重要的不是武器，是信念。我的信念就是把他救出来，把煮酒鹰的真面目揭开。奶奶说，巫医是调和者，调和伤痛，调和失衡。我要调和这片土地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这面破镜子吓不倒我。信念、决心，有趣的变量。能通过渴望之境与真实之境的考验，你们有资格站在这里。但我需要确认，你们是否理解空的真意？我是守山人玄机，也是空之碎片上一任接触者意识的残留。我的身体早已在时间长河中消逝，仅靠碎片的力量维持这缕意识不散。玄机前辈，彭加木，他是个执着而善良的人，他本可以强行带走碎片，但为了不破坏这里的时空结构，他选择了离开。去寻找其他方法。你们呢？是来拿走，还是来理解？我们需要碎片去救田云的爷爷，平衡龙脉。救一人与平衡天地，孰轻孰重？若拿走碎片，凤凰山时空将彻底崩塌，这片区域会变成无法预测的混沌地带。你们愿意承担这个后果吗？没有其他办法吗？就像水之碎片，我们拿走后，湖水平衡被打破，但水之碎片相对温和，且被祭坛抽取多年，能量已与当地水脉半融合，突然抽离破坏有限，可慢慢恢复。但空之碎片不同，它是这片区域时空结构的锚点，锚点消失，大厦将倾。玄机的话说完，
三人陷入了沉思。玄机前辈，您说您靠碎片力量维持，如果我们不拿走碎片，而是邀请您和碎片一起离开呢？碎片需要回归自相之位，您就可以从漫长的守护中解脱。如果我们能找到方法，将您的意识与碎片暂时剥离，或者一同迁移安置新节点，是否可行？理论上存在微小的可能性，但需要极强的能量控制，你们做不到。我们做不到，但彭教授的智慧，加上我爷爷的经验，还有阿燕的巫医调和之术，以及星海的749局技术，如果还不行，再加上碎片之间本身的共鸣呢？对，巫医从不强行夺取，而是与自然力量沟通。局里也有关于意识转移和能量场稳定的前沿研究资料，我可以尝试联系可靠的人。玄机沉默，但他的光影身躯微微波动，显示出内心的动摇。很冒险，失败的话，我的意识会消散，碎片可能暴走，这片山会完蛋，你们也凶多吉少。但我们来，本就是为了冒险，为了一个更好的可能性。玄机前辈，您守在这里几10年，不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出现吗？如果不是，你也不会主动去救彭教授，也不会在昨天出现在山谷里。玄机再次陷入沉默，几秒后，玄机终于缓缓点头，露出一丝极淡的如释重负的微笑。黄加木说过，会有人带着答案来，也许就是你们。我会引导碎片将核心能量暂时收缩，把对时空结构的影响降到最低，但只能最多维持24个小时。你们必须在时限内找到安全转移我和碎片的方法。24个小时足够了，谢谢您，玄机前辈。先别着急谢我，转移过程需要庞大的能量和精密的仪式。3项稳定镇的地脉节点已确认在山腰旧庙，但天光路必须在明日正午前采集完成，否则会错过最佳时机。明日是个晴天，应该可以采集天光路。采集在山顶附近，那里时空最不稳定。我和庭云去山神庙布置基础阵法，阿燕你负责采集天光路，但我们人手不足，仪式需要至少3人护法，防止外力干扰。驯龙盘在震动，不是碎片共鸣，是警告，有强烈的恶意能量在靠近。有人入侵，是煮酒鹰？不，他们是幻龙。幻龙，一个比煮酒鹰更古老、更疯狂的组织。他们不信奉龙脉平衡，而是要驯服龙脉。没想到，他们也盯上了碎片。守山人，交出空之碎片，否则毁掉你这进攻，让你这缕残石彻底消散。凭你们这些用科技蛮力对付时空的蠢货，进攻若毁，时空乱流第一个吞噬的就是你们。我们既然敢来，自然有准备。那是另一块碎片，火之碎片的劣化仿制品，不是污染体。你们竟然用邪法催生碎片能量，把它变成了纯粹的攻击武器。没错，我氪金，空属金，这枚研爆结晶足以扰乱空之碎片的时空结构，逼它显形。至于时空乱流，净空期能短暂隔绝时空影响，你们没有胜算，你们没有胜算。小吴，能听到吗？有不明武装势力入侵，请求紧急支援。无线电静默结界已展开，放弃无谓的抵抗吧。我们的目标只是碎片，不想多造杀孽。鬼才信你！雕虫小技，给你们10秒考虑。10，不能硬拼。玄机前辈，进攻有后路吗？有，核心下方有一条应急通道，通向山腹天然溶洞。那里时空相对稳定，但需要有人留下启动转移程序，拖住他们。我留下，你们带玄机前辈和碎片转移。不行，6、7，你一个人挡不住。别争了，听我安排。阿言，你灵性最高，现在立刻带上我的意识核心，和平云从通道走，去山神庙，按原计划准备。陈星海，你和我一起启动制造大规模时空幻象，拖住他们。可是前辈你，我只是一缕意识，消散了也能慢慢从碎片中恢复。3、2，快走！走。1，
手放在平台中央，注入能量，念我教你的口诀：天地为镜，时空为纲，幻象皆生，困锁八方。是幻象，稳住心神，研爆结晶开路。陈星海，碰到要关了，走！前辈，告诉彭加木那老家伙，这次我可没输给他。玄机前辈的，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完成他的嘱托。星海应该也逃出来了，我们去山神庙会合。这边发现目标，在左舵，追！他们追上来了，这么快？可能是分兵了，或者有别的入口。快跑！你小心！好啊，怎么不好了啊？把手上人的意识和碎片信息交出来！休想！把手上人的意识和碎片信息交出来！休想！就凭你们俩，一个学生，一个巫女，上，给我拿下！结束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？进攻有多个出口，快走！幻象困不住龙种太久。我们先去山神庙，路上说。玄机前辈的意识暂时消散，但核心光球在，他应该能慢慢恢复。幻龙这次出动规模不小，装备精良，而且他们似乎对碎片和龙脉的了解非常深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颠覆华夏？从截获的零星通讯看，他们信奉一种极端理念，认为现行龙脉束缚了华夏力量。他们要集齐4块碎片，强行撕裂现有龙脉，然后按照他们的意志重塑地球，打造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新神州。这会引发多大的灾难？地脉巨变、地震、洪水、气候异常、生灵涂炭。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疯子。如九阴至少还想维持秩序，只是手段极端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们必须先一步集齐碎片，用彭教授的方法稳定龙脉。前提是能过眼前这关。幻龙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担心他们可能不止盯上了空之碎片。喀纳斯的水之碎片我们已经拿到，凤凰山的空之碎片正在转移，昆仑山死亡谷的地之碎片，还有未知位置的天之碎片。我怀疑幻龙已经在同步行动了。那小雅那边，我已经让小吴通知749局能动用的所有安全力量，加强对已知碎片相关区域和人员的保护。但局里现在内部情况不明，能有多少效果难说。陈星海说完，气氛沉重。先做好眼前的事，明天正午采集天光路，启动转移仪式。星海，你负责外围警戒和能量屏障。阿英，你主计，我负责接引碎片和建立新锚点。没问题。今夜恐怕不会太平。3人轮流休息，庭云值第1晚。他坐在庙门口，擦拭着寻龙盘，脑中回想着爷爷、彭教授笔记、玄机以及幻龙的威胁。有东西在靠近。东北方向约300米，有大量生命热源在移动，不是人，是动物。是御兽术，但非常粗暴，使用药物和能量刺激动物发狂，它会很痛苦。用兽潮消耗我们，真够下作。准备战斗。节省弹药，打关节和眼睛。他们被刺激的太深了，我的上升压不住。驯龙盘的光芒让部分野兽感到不适，动作稍缓，数量太多，效果有限。退到内点，利用狭窄地形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去腥味也会引来更多麻烦。不好，
他们要引爆这些野兽体内的能量，是生物炸弹。撤，从后窗。反应挺快，可惜要毁你们的仪式也办不成了。你们的目标不是碎片吗？要仪式，碎片暴走，你们也拿不到。哼，谁说我们要拿了？我们只是要确保你们也拿不到。控制碎片暴走，时空崩塌，正好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行动。至于碎片本身，等它能量耗尽，稳定下来，我们再慢慢收拾，不是更好？好狠毒的算计，不仅能阻挠我们，又要利用碎片暴走的灾难。别反抗我，你们3个现在状态可不好。杀了他们，回去向龙首复命。无量天尊啊，这凤凰山什么时候成了你们这群孽障撒野的地方了？什么人？暗示的。哦，不对，是御兽的，手段还这么糙，尽学些邪门外道，寻龙盘。你是廷尉国和彭加木的后人。前辈认识我爷爷和彭教授？几十年前有过一面之缘，没想到他们找的传人这么狼狈。稳吧，看向研报结晶的份上，老道今天不想开杀戒。老东西，找死！动手！幻心灵，你是鬼谷迷踪一脉的传人，你可是早就该死了。是啊，但老天爷不收，让我这老骨头再看看这世道。你呢，是自己走，还是老道送你一程？撤！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不知前辈尊号？名号早忘了，叫我灵翁吧。你们要转移空之碎片，山神庙被毁，3项稳定阵缺了地基，难喽。前辈可有办法？地脉节点不止一处，这凤凰山还有一处更古老的地穴，就在这附近，是当年山神祭坛的遗址，地气比那破庙纯粹100倍，但那里有点麻烦。什么麻烦？祭坛下面镇压着不干净的东西，是当年凤凰山龙脉第一次异动时从地底带出来的，晦气凝聚而成。平时被地气和祭坛压着，但如果我们动用祭坛做阵法根基，很可能会惊动它。别无选择了，前辈，请带我们去。任何麻烦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好吧，跟我来，抓紧时间，天亮前必须布置妥当，否则错过正午，天光路也白费。前辈，您刚才说研报结晶，您知道幻龙的来历？知道一些，幻龙组织里有前朝遗孽，有海外方士，还有些对现状不满的奇人异士。共同点都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，不惜代价要改造这片土地。一群被力量蒙了心的疯子，他们的实力很强，而且隐藏很深。你们今天遇到的只是外围爪牙，真正的核心人物一个比一个麻烦，以后遇到要格外小心，尤其是他们的龙首，还有那个整天藏在影子里的军师。这里是古老山神祭坛的入口，进去后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都要谨守心神，别乱碰东西。为了爷爷，为了龙脉，必须成功。
看这些话，古人早就知道碎片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，他们不是在祭祀，是在封印。下面镇压的东西，就是壁画里的触手。那触手是地脉失衡时产生的负面能量聚合体。当年剑神神庙就是为了用香火愿力压住它。所以，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封印台拿走空之碎片，不仅会引发时空崩塌，还会解开这个封印，双重灾难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里比破庙好，也比破庙险。这里的地气最纯，但也最暴动。味道越来越臭了，我的蛊虫在害怕。他们说前面有死掉的活物。到了，这就是凤凰山真正的龙脉节点。这里的地脉能量比外面强10倍。仪器显示，如果在这里建立新锚点，成功率能提升到70%。不过能量读数异常，地底深处有巨大的能量反应，就在祭坛正下方，深度约30米。别测了，越测他越兴奋。听好了，明天正午仪式开始时，必须有一个人留在祭坛上，用寻龙盘接引空之碎片的时空能量。另外2人，一个在祭坛东侧负责维持天光路的纯净，一个在西侧负责疏导地脉反冲力。我来当引线，寻龙盘认主，只有我能和他建立深层连接。我负责西侧，我能用巫医手段安抚地脉的躁动。那我守东侧，天光路交给我。好，但我得提醒你们，当空之碎片转移时，这下面的东西肯定会冲击封印，到时候守在祭坛上的人最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被时空或者晦气同时吞噬。为了爷爷，为了不让凤凰山变成死地，我们必须要成功。下面好像有东西在动。他感应到了空之碎片的气息，那东西现在被封印压制，只能偶尔冲击一下。明天我们唤醒祭坛，那东西一定会冲出来的。看来明天注定有一场硬仗。爷爷，彭教授，我离你们的答案越来越近了，但我有点怕，我撑不到那个时候。凤凰山祭坛晦气之源，若封印破，可以血为引，继续封印。切记，切记！彭加木，1980年12月11日。提醒为严，彭教授他早就预料到了这几天我们发生的事情。如果真的需要有人牺牲封印晦气，我准备好了。时间已到，引气。能量传输正常，但地脉读数在飙升。地脉躁动太强了，下面的东西在撞。来了，阿燕，用我教你的镇魂咒。陈星海掩护庭云，天地无光，雷震魂，上！没用，子弹穿过去了。蓝铁伤不了他，得用灵气。前辈，你……我本是鬼谷迷踪一脉，这身骨头早就该烂在坟墓里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硬撑着活到现在。别分心，控制飞天快到了，只要他归位，封印就能加固。明白。
这股力量太强了！快，停云，引导碎片归位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笑了呀！笑了呀！敌人小心！终于结束了。前辈！别哭，孩子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拿着，这是鬼谷一脉的信，以后凤凰山就交给你了。前辈，你坚持住。有些事，知道的人越少，越安全啊！记住，唐家木他没死，他在下面。前辈，他走了。前辈说教授没死，在下面。不管他在不在，这祭坛下的秘密，我们迟早要揭开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先离开这里，把灵魂的遗体带回去安葬。然后我们要查清楚，彭教授到底留下了什么，还有这祭坛下面到底还藏着什么。三人再次回到了林场。天元，你真的决定这么做？玄机现在的状态非常不稳定。玄机是为了保护碎片才变成这样的。笔记里说，控制碎片能扭曲时空，但也需要巨大的能量来维持。玄机他好像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来压制它。可是庭云，玄机已经和碎片融为一体了，你要怎么解脱它？强行剥离碎片，它可能会瞬间化为灰烬。可我们答应过他的。玄机前辈，你们拿到了？拿到了，这里面是控制碎片。没想到你们真的完成了。彭加墨跟廷卫国他们果然考虑的周到。我守了他100年，我以为我是守山人，其实是囚犯。玄机前辈，如何让你脱离碎片呢？我现在很虚弱，需要用水之碎片吸收掉我体内的碎片能量，随后让庭云用玄龙盘稳固就可以了。前辈，你考虑好了吗？我想看看外面的太阳。我想看看外面的太阳。以我之名，地脉，时空归位，魂魄归位。前辈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好了。我感觉好冷。没事了，前辈，你自由了。真好啊，这就是自由的味道。前辈，你怎么了？我本来就是碎片的傀儡，现在我要回家了。谢谢你们。玄机前辈，前辈他解脱了，这是他想要的结局。信号恢复了，总部回电说会派直升机来接应我们，还有灵翁前辈的遗体。灵翁前辈说他是鬼谷人，但这铃铛又不像是单纯的鬼谷人。他最后说的彭加木没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先别想那么多了，灵翁前辈是为了救我们才牺牲的。这样你喝点，这几天你消耗太大，脸色白得吓人。庭云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气短，可能是之前引导碎片时遇那雾气擦到了一点。不好，
你的脉象乱了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你体内游走。可能是晦气入体，再加上灵。等回去了再找人看看。749局行动队队长陆明，奉命接管凤凰山区。749局行动队队长陆明，奉命接管凤凰山区。地质调查队陈新海，任务已完成，等待交接。这位就是廷老的孙子吧？局里对你的表现很感兴趣，事故和物资我们会处理。另外，局里想请庭云回去做个简单的复盘报告。现在？直升机上时间充裕，怎么？庭云有别的安排？好，我跟你们走。不过要带上我的同伴们。当然没问题。谢谢。这次凤凰山事件，庭云处理得很漂亮。控制碎片这种危险物品，确实不该流落在外。它不是普通的石头。我们知道那是超自然能量结晶。749局存在的意义就是处理这些不科学的东西。灵翁的死我们很遗憾，但他留下的铃铛按规定需要收缴。这是他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也是证物。庭云，合作对大家都好。队长，雷达发现不明飞行物，速度极快，正向我们逼近。什么？凤凰山附近怎么会有不明飞行物？队长，动力系统失效了，有人在干扰磁场。庭云，是你干的？我连碰都没碰寻龙盘，只有人在攻击我们。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陈星海，寒夜，别喊了！陆明带着那2个特工跳伞跑了。跑了？他不管我们呢？管你！在749局眼里，我们本来就是罪犯，他巴不得我们死在这里，省得他动手。那是什么？这是笔记里记载的火葵，幻龙组织的生化兵器。杀！别管是什么了，跑！陈星海，你不是特工吗？手已经没点中火力。直升机坠毁时背包甩丢了，目前只有这个能稍微干扰他一下。不行，我的武器打不死他，他是靠地脉晦气维持的。庭云，你的寻龙盘还是死场中枢，试试能不能反向干扰他。快走，我撑不了多久。走。庭云，你的手臂。刚才强行催动寻龙盘，晦气入体了。谁？小伙子，你体内有晦气，外面的东西是冲你来的。他是幻龙组织造的孽，专门吞噬拥有灵力或者晦气的人。你是谁？怎么知道这么多？贫道手艺真人，受故人之托，在此等候你们多时了。手艺真人，您是昆仑山的真人？前辈，这晦气能清除吗？暂时封住了，治标不治本。你体内的感知之力和这外来的晦气混在一起，就像2股绳子打了个死结。那怎么办？阿燕的蛊术也没用吗？我的蛊虫只能驱邪，不能净化这种暴虐的能量。不过你们只需要找到净世白莲即可。净世白莲，传说中生于极寒之地，万年不化的冰莲，只有它能净化你体内的晦气。极寒之地哪里有？昆仑山
瑶池。昆仑山，可是那里不是禁地吗？对于普通人是禁地，但对于你们，那是唯一的生路。而且那里还有你们要找的东西——地质碎片。但我要提醒你们，瑶池的主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。难不成昆仑山真的有西王母？西王母那不过是个傀儡罢了。哦，真正的主人是藏在碎片背后的秘密。碎片背后的秘密。时间不多了，陆明和幻灵组织很快就会到这里，你们必须马上出发。这是通往瑶池的密道路。记住，到了瑶池，不要相信你们看到的任何幻象。为什么帮我们？因为你是廷尉国的孙子，你爷爷当年欠我一个人情，结果到现在还要我帮你他孙子。爷爷，他和您认识？有些事等你拿到地质碎片，自然会。师傅，他们攻进来了。是幻龙组织的先锋队，他们来得好快呀。我们掩护您撤退。不，等会儿我们会掩护你们离开，你们直接去昆仑。这张隐息符能掩盖你们身上的能量波动，让那些怪物找不到你们，但只能维持3天。前辈，您呢？贫道修道一生，斩妖除魔，本分而已。去吧，去昆仑山瑶池找西王母，但不要相信他的话。老道士，救出青云，饶你不死！孽畜，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别看了，快走！前辈保重！庭云，再忍忍。这断肠草虽然霸道，但能暂时压制你体内的晦气。不用管我，那股力量在根治我的经脉。该死，信号被干扰了。星海，查到了吗？1749局的人追来了。代号朱九阴指令已下达，目标停云及其同伙，执行格式化清除。重复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不是普通的追捕，沈苍他在幕后直接下令，命令陆明小队把我们当成病毒清除。沈苍，果然是他！他想要地质碎片，但他真正的目的绝不是保护国家。他们来了，至少2个排的兵力，还有，那是什么？是幻龙的人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他们是为了地质碎片，不管是沈苍还是幻龙，都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拿着，这是特制的穿甲弹，对付普通人够了，但如果是幻龙的怪物，普通人我来对付，怪物留给庭云。星海，你带路，去进死亡谷。死亡谷，那是禁地，磁场混乱，进去就是死路，那是唯一的生路。走。凌云，连星海，你们已被包围，立刻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。束手就擒。
去问你们那个好局长沈仓吧。献祭给龙王！去！快走！该死！陆明那帮人和幻龙组织的杂碎，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。星寒，兽医真人给的一息符快失效了，我能感觉到体内的晦气在翻腾。前面就是死亡谷了。根据苗疆古卷记载，这里磁场混乱，是生命的禁区。进了死亡谷，那就是给阎王爷送快递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所有出口，他们出来一个，杀一个。哼，想毒死我们，那就看看是你们的枪快，还是这谷里的东西快。警告，周围有巨大的生命热源在靠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狱守卫，皮糙肉厚，刀枪不入。哼，试试这家伙硬不？这子弹连防弹衣都打得穿，这怪物是坦克吗？不对，它不是生物，更像是被磁场改造过的活体傀儡。它的核心能量源在胸口。还好穿了臂障衣，不然光这力道就能把我内脏给震碎。还好穿了臂障衣，不然光这力道就能把我内脏给震碎。他在调动地外力量，快退！我有办法。行，把你的臂障衣脱下来。啊！脱衣服？你脑子被驴踢了？这鬼地方，脱了衣服会被冻成冰棍的。听我的，这怪物是靠能量波动感知猎物的，臂障衣带有能量反应。但如果我们把臂障衣裹在石头上扔出去，会发生什么？引蛇出洞，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后面那群跟屁虫身上。没错，陆明可能准备完蛋。奇怪，进去这么久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难道那3个小子已经被里面的怪物撕碎了？队长，要不要进去收尸？不急，再等等。好了，星海，把它扔出去，那里还有你们要找的东西。哎！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怪物？队长，他过来了！哈，这下热闹了！哼，陆明那帮孙子估计得脱层皮。我们快走吧，趁着他们狗咬狗。
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怪物身上的晶体和我们找的碎片有点像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怪物身上的晶体和我们找的碎片有点像？撤！快撤！这东西打不死。驯龙盘显示，这怪物体内的晶体蕴含着极其浓郁的地质气息。难道这就是地质碎片？不可能吧？碎片怎么会镶嵌在怪物身上？应该不是镶嵌，这怪物本身或许就是由地质碎片的能量养出来的，就像凤凰山的进攻一样，它是碎片能量的具象化守卫。我去，还真是啊！这怪物是活的碎片，不管是不是真的碎片，这都是我们的机会，说明他们快撑不住了。怪物杀了他们，下一个就是我们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趁乱去抢那块晶体？不，影响不行，这怪物防御太高，我们要想拿到晶体，必须要做一番准备。我们必须利用它对能量的感知盲区。阿燕，你身上还有置换粉吗？星海，你还有闪光弹吗？等会儿我用驯龙盘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们两个绕到他身后。阿燕，你用置换粉干扰他的嗅觉。星海，你用闪光弹致盲他，趁他混乱的时候，我用地障液裹住他的上半身，切断他对能量的感知。那时候就是我们夺取晶体的唯一机会。这计划太复杂了，避障液让怪物上过一次当，要是避障液不管用，我们也会被他弄死。那你是想被他弄死，还是想出去被陆明打死？妈的，干了！行动！嘿，怪物，看这边！星海，就是现在！他的胸口是现在！这就是地质碎片的力量，这就是地质碎片的力量，好强大的力量！我要天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真正的地质碎片不在这里，不在这里。那刚才这是？刚才那只是碎片力量制造的赝品，真正的碎片在更深处。我刚刚就是受碎片的影响被控制了，还好是个赝品。那我们继续前进，不管前面有什么，我们都要找到真正的碎片。见鬼了，仪器疯了！小心点，空气中好像有致幻效果。这不是普通的硫磺味，是醉魂草。苗疆禁药的一种，闻久了会让人产生极乐的幻觉，最后在美梦中停止呼吸。极乐？那又如何？只要能拿到地质碎片，就和爷爷，哪怕是地狱我也要闯。你们看，那宫殿入口。凡人曾乃神域，尔等污秽之身，为何踏入？少装神弄鬼！我们知道你是谁，把地质碎片交出来，我们可以让你死得痛快。碎片那是神的权柄，你们这些凡人连触碰的资格都没有。不过，你们若愿放下执念，皈依本座，我可以赐予你们长生不老，在这瑶池中做快活神仙，岂不美哉？他在撒谎，他没有影子，他的气息和这周围的醉魂草是一样的。
他就是这山谷里的大毒物。长生不老？那你呢？你看起来并不快乐，你只是一个被锁在这里的囚徒吧？无知！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那就成为瑶池的养料吧！女人，老子最讨厌别人说我不识好歹。星海，掩护我！庭云，别发呆，用寻龙盘找他的弱点。他不是活人，是能量体。我在找，但这周围的能量太杂了，寻龙盘失灵了，它和整个湖泊连在一起。没用的，在这瑶池，我就是主宰，你们的挣扎只是徒劳。主宰，我看吸水还差不多。哎呀，这里能有水吗？好强的防御，他的核心不在这里。我知道了，手艺真人收购，不要相信鸡王母。面前的不是鸡王母，他只是一个守护者。胡言乱语！他在等我们耗尽体力，或者被这迷晕。他只是一个依靠地质碎片维持的能量体。既然只是个壳，那就不怕打烂了。凌云，用寻龙盘制造反向磁场，我要给他来个透心凉。你们毁了一切，碎片会惩罚你们的！走，我们上周看看去。这就是地质碎片，感觉比前2块加起来还要大。有了它，我们是不是能直接平推749局了？不对劲，太安静了。刚才西王母碎片会惩罚我们，但这碎片看起来很温顺。温顺？他在欢呼，他在等我。等等，丁云，你清醒一点。刚才那个傀儡说这是陷阱。陷阱？这是救爷爷的唯一希望。陈星海，你根本不懂，只是想利用碎片找你爸。爷爷只是为了他的苗疆，但我是为了救我唯一的亲人。庭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一路走来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只要拿到它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力量，好强大的力量！力量，好强大的力量！为什么要阻止我？你们是敌人，是敌人！是我们啊！庭云，醒醒，那是幻觉，碎片在控制你。幻觉？这才是真实的，你们才是幻觉。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创造一个没有痛苦、没有死亡的世界。没用的，他已经被完全控制了。阿燕，准备强攻，打晕他。不行，他的身体现在和碎片融，如果强行攻击，可能会连同他的身体一起摧毁。陈星海，你一直想找到你爸，我知道他在哪，他在罗布泊的下面。你想去吗？我带你去。你知道我爸在哪儿？真的？真的，只要你杀了阿燕，他是你路上的绊脚石，杀了他，我就带你去见你爸。陈星海，不要听他的，他在骗你。我只想找到我爸。阿燕，对不起了。该死，差点就找了到。庭云这小子现在的精神攻击太强了。他在挣扎，他的意识还在和碎片对抗，我们必须进入他的意识，帮他一把。进入意识？怎么进啊？我有办法，但需要你配合。你的执念最深，精神力最强，你来做锚点，我来引路。闭上眼，跟着我的声音走，我们去找庭云。放弃？你太弱了，没有我，你救不了爷爷，打不过749局跟幻龙。不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。你的力量就是个笑话，看看，为了救爷爷，不惜牺牲朋友。看看陈星海，为了找他爸，随时可以背叛阿燕。他只是在利用你完成他的使命。你是个孤儿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的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
谁说我们是利用他？老子陈星海虽然混蛋，但兄弟就是兄弟。庭云，别听这鬼东西胡说，你也会好的，我爸也会找到的，我们一起。庭云，相信我们，也相信你自己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对，不是一个人。你们这些蝼蚁，竟敢坏我好事！我要毁了你们！什么情况？这玩意儿不是地质碎片吗？这不是碎片，这是贪嗔痴，它是地质碎片散发负面情绪形成的魔物。他刚才想利用庭云的执念击败我们。既然你们知道了真相，那就都得死！感谢你们净化了我的阴影。这是真正的地质碎片。地质碎片竟然还有意识。我守护此地1000年，刚才的考验是必须要通过的。只有战胜心魔的人，才有资格拥有我。那刚才那个说我爸在罗布泊的，那是他制造的幻想。不过，你的父亲确实和罗布泊的天之碎片有关。那我们可以拿走你吗？是你们带我走，还是我带你们走？太好了，如今已经3块碎片，就差最后1块碎片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没想到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儿，最后竟然给我们做了嫁衣。陆明，还有幻龙组织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以为我们是跟踪你们进来的？天真！我们一直就在瑶池等着。我们知道地质碎片有灵，会考验人心，我们就是想出来捡个便宜，把地质碎片交出来，否则死！想得美！你们这群只会躲在阴沟里的老鼠。庭云、阿燕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没事，地质碎片有意识，我们可以利用地质碎片的力量。我们在罗布泊找到的伪碎片，虽然没有灵性，但正好能压制你的碎片。怎么样，惊喜吗？卑鄙！把碎片交出来，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。想要碎片，先过我这关。庭云，快想办法！碎片被压制了，但我的古虫还能用。不是压制，是共鸣。陆明手里的伪碎片和地质碎片是同源的，我们可以反向利用它。陆明，你的伪碎片是死的，但我的是活的，给我爆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碎片！这小子太邪门了！算你们走运，但这事儿没完，上面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走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那一仗反而让我彻底掌握了地质碎片的力量，伪碎片的能量被我吸收了。那我们现在这里不能久留了，749跟幻龙不会这么轻易撤退，我们得赶紧离开昆仑山。庭云，怎么了？庭云，怎么了？是凤凰山的晦气，之前只是被压制，现在地质碎片的力量与他体内原有的感知力剧烈冲突，
反而成了晦气的催化剂。没事啊，先离开这里。陆明他们可能还会回来。阿燕，你的医术和蛊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的药和蛊虫只能暂时镇痛，延缓蔓延，但根除不了这晦气与地脉深处的死寂能量同源，寻常手段根本无用。他在指引什么东西？有东西能帮我。冰莲，手艺真人提过的竟是白莲，生于极寒之地，万年冰封，纯洁无瑕，是唯一能净化晦气的东西。地质碎片一定是在指引冰莲的位置。极寒之地，昆仑深处，难道在真正的瑶池？去，我们已经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啊，走，阿燕，给他用上所有能延缓的药。天云，指路。他的体温在持续下降，晦气在侵蚀心脉。星海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。这鬼天气，指南针全失灵，全靠着天云手里那块石头指方向。天云，醒醒，别睡。碎片就在前面。哇，没想到这昆仑雪山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存在。走，去前面看看，说不定冰莲就在里面。小心！开明兽，《山海经》里守昆仑的神兽，这东西真的存在。古奇书，守护昆仑之境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瑶池。我们真的来对地方了，但也惹上大麻烦了。凡人止步！瑶池圣地，非尔等可踏足，速退！我们会救净世冰莲，救人救己，请通融。冰莲乃瑶池圣，保西王母娘娘真身不灭，岂是凡俗可求？尔等身染晦气，更是污浊，再不退去，休怪我无情。硬拼肯定不行，这家伙毕竟是真正的神兽，看起来刀枪不入。有没有办法干扰他，或者找弱点？九手或许意味着他的感知和思维是分散的，但同时也很全面。我的蛊虫和药粉恐怕近不了身。地质碎片感应到和现在中间那个头，哪里最棘手？好，阿燕，你想办法制造混乱，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哪怕一瞬间。天云，用你的寻龙盘和碎片，试着共鸣或者干扰他。我找机会近身，试试能不能破防。我用幻影香和最大剂量的狂躁果粉，但范围有限，只能影响他几秒钟。冥顽不灵，受罚！阿燕，快！3、就是现在！共鸣，好机会！蝼蚁，敢尔！原来是地质碎片的新主。我们只为救莲救人，穿过此门便是真正的瑶池。冰莲就在瑶池中央，希望娘娘陈年之处，但能否取得，看你造。吾之使命暂时终结，守候千年，终于可以。快，我们进去！这就是真正的瑶池。冰莲，那就是冰莲。西王母就这样沉睡着，没有其他守卫。
在唤醒他。应该是呼之进来的，晦气深入骨髓心脉，人生的自是分别而来。希王母娘娘，晚辈身中晦气，命在旦夕，亦肩负集齐4项碎片，修复龙脉，救治千人的重任，恳请娘娘赐下冰莲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我们也知道冰莲对您至关重要，但请相信，我们绝非强取豪夺之徒。若有其他办法，既能救庭云，又不伤及您，我们万死不辞。娘娘，我略懂巫医之道，可以尝试引导冰莲部分净化之力，或寻找替代品。冰莲并非简单的生物，它是瑶池灵的精华所居，更是维系我这一缕残魂与肉身不散的根源。我肉身早已在远古之山中锁死，能靠冰莲之力将神魂封存于此水晶棺内，避免消散于天地。取下冰莲，此棺灵气离散，我这具肉身顷刻便会化为飞灰。若如此，晚辈不敢有己至此，还娘娘彻底湮灭。龙脉之事，或许另寻他法。另寻他法，晦气与千心脉，3日之内必得你醒。如果龙脉失衡，4项碎片不齐，天下大乱将至，世间于这世界皆不宽裕。难道没有2全之法？娘娘，您沉眠此地无数岁月，可知是否有其他药物或封印晦气的方法？你们已得3块碎片，尤其是空之碎片，蕴含时空之力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利用空之碎片的力量？不错，空之碎片能小范围操纵时空。若能以它为基，将整个瑶池创造成独立的时间空间，那么即使取走冰莲，外界时光流转，而这瑶池内一切近乎永恒，我的肉身与残魂便可长存。我们可以做到。空之碎片已经认可我们，我和阿叶、星海配合，加上地质碎片稳定地脉，水之碎片调和能量，可以尝试构建这样的时空结界。但这样做等于将您封印在永恒的静止中，与世隔绝。漫长的沉睡于我而言差别不大，我曾见证沧海桑田，如今若能以此身换取龙脉修复的一丝希望也不错。待你们成功修复龙脉，4项之力完整，或许有朝一日能有足够的力量将我真正唤醒，或者帮助我重入轮回。娘娘大恩，庭云铭记于心，我等必竭尽全力修复龙脉，不负所托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晦气已进你心脉，你们即刻布置，我会引导瑶池灵气协助你们，并告诉你们如何安全摘取冰莲。以水为引，调和万灵；以地为基，稳固乾坤；以空为药，尽锁时空。3项结界，起！成功了，现在取走冰莲。是楼兰天之碎片。娘娘，我们会完成使命的。晦气清除了，冰莲果然神效。脉象平稳了，只是元气大伤，需要静养几日。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。西王母最后说天之碎片在楼兰，当年彭教授也是在罗布泊附近消失，难道彭教授是在楼兰消失的？楼兰遗址是时空错位之节点之轨迹，符合空之碎片的记录。好，我们先离开昆仑，找个安全地方让庭云稍微恢复。
同时制定去楼兰的计划。那里是煮酒鹰和幻龙都可能布下重兵的地方。该死，磁场又紊乱了。这鬼地方的 GPS 信号全断了。别急，跟着碎片的指引走，他在告诉我们，方向没错，就在前面。我感觉这里不止我们。看来你的直觉很准，后面有尾巴，3辆车，改装过的军用卡车，来者不善。是煮酒鹰的人，还是卷龙组织？不管是谁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轻易离开。卑鄙，竟然设了迷障！交出碎片，留你们全尸！你是谁？煮酒鹰叶龙，奉命取回地之碎片。煮酒鹰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想抢东西，先问问我手里的枪答不答应。小心，这是沙古树。星海，保护阿燕，我来对付他。就这点本事，太弱了。是吗？尝尝这个。啊！很好，成功激怒了我。煮酒鹰的真正力量，你们还没见识过呢。煮酒鹰的杂碎也敢在罗布泊撒野？幻龙组织，算你们运气好，这笔账我们记下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卷龙组织白泽，我们首领想见你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们和煮酒鹰是死对头。你们刚才帮我们除掉了一个麻烦，我们自然也要帮你们。天云，别信他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你们首领为什么想见我们？因为他也对楼兰古城感兴趣。带路吧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龙脉节点，看起来连个像样的基地都算不上。白泽，你该不会是把我们带到这鬼地方来晒太阳吧？眼睛看到的往往是幻象。罗布泊的流沙埋葬了千年的真相。天云，你的寻龙盘怎么说？下面有巨大的能量反应。笔记里记载，楼兰古城当年是因为水源枯竭而灭亡的。我感觉到了下面有东西在呼吸，不是活人，也不是死人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煮酒鹰的人，鼻子比狗还灵。白泽，没想到幻龙组织的走狗，今天居然和749局的弃子搅和在了一起，真是世风日下。哼，别拿你们那套官腔来压我。堂堂749执法队长，竟然是煮酒鹰的，你说传出去，世人会怎么说？这楼兰古城是我们首领先发现，识相的就滚回你的749局去。是吗？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你们不是要合作吗？难不成就在这打起来？别急，陆明不敢在这里开战，他怕打坏了下面的东西，他在等我们替他开路。凌云，别听这帮疯狗的，只要你把碎片交给我，我保证你平安离开。交给你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。
怎么回事啊？地震了？不是地震，是停云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打开了门。我靠，这是穿越了！通过碎片的感应，这是控制碎片创造的独立时空。我们来到了真正的楼兰。出现异教徒，杀他们！全员戒备！星海、阿燕，背靠背。小心点，他们是被碎片控制的傀儡。见鬼了！这老太婆中了3枪，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不行，这里的能量场太强了，我的虎蛛根本近不了身。没有退路了，只能往前。给我开！异教徒竟敢擅闯神之国度！我去，徒手接子弹！带走，献伟大的王！带走，献伟大的王！放手！多少年了，终于有活人闯进我的国度。你们身上有生的气息，这味道真让人怀念啊！你就是最后一人，楼兰王发色魔耶，你都已经死了几千年了。放肆！本王是与神同在的王，只要这国度还在，本王就永生不灭。来人，把这3个异教徒关进地牢，让他们也尝尝被时间遗忘的滋味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死人！听云，我感觉我的法力在流失，这镣铐能吸收灵力。在这里，时间是静止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疯子。啊，是他们吗？该死，这破玩意儿吸得我浑身发冷。阿燕，你那苗疆蛊能开锁吗？别费力气了，这镣铐上的符文是专门克制灵异力量的。我的蛊虫已经被这地牢里的能量压制的动弹不得了。星海，先保存体力，这地方不对劲，连我的寻龙盘都失去了感应。庭云，你说那个疯子国王到底想干嘛？把我们关在这鬼地方等死啊？不，他不是想杀我们。如果想杀我们，刚才在广场上就动手了。他把我们关起来，应该还有别的目的。多少年了，终于又闻到了活人的味道。什么人？装神弄鬼！别紧张，年轻人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也是被那个楼兰王关进来的，只不过我的时间比你们早了几千年。你是这楼兰古城的人，为什么你看起来还有生气？生气？不，我早就死了，我的肉身在1000年前就已经化为尘土，只不过意识被强行留在这几千年。你是鬼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我是这地下世界的记录者。几千年前，我曾是楼兰王的史官安茄。史官安茄？古籍中记载，楼兰灭亡前，曾有一位史官因进谏被杀，原来就是你。不错。当年楼兰因水源枯竭，即将灭亡。国王发色魔耶为了保住他的王权，听信了方士的谗言，试图用活人祭祀来换取永生。我极力劝阻，却被他亲手斩杀。这老小子真是个畜生！那现在这满城的都是被他害死的。不，当年祭祀仪式出了差错，一股神秘的力量降临了，
发色魔耶在绝望中与那股力量达成了交易，以全城百姓的生命和灵魂为代价，换取他在地下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，并让他永生不死。以全城为祭，交易达成了。那股天外力量冻结了这里的时间，所以那些本该死去的百姓每天都要重复死亡前最痛苦的一刻，而法色魔耶虽然活着，却只能永远困在这个黄金牢笼里，看着这一切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这是不是天之碎片啊？这就是或许是他把你们抓来的原因。几千年来，他或许已经累了，他需要有人来终结这一切。所以，你是想让我们？我知道你们身上有特殊的气息，求求你们带我离开这里，或者杀了我，让我彻底安息。我真的累了。你先起来，我们也自身难保。但你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庭云，你疯了！我们自己都……星海、阿燕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我们的镣铐会吸走灵力？我猜是因为这里的力量正在枯竭，控制碎片的力量正在反噬法色魔耶。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一点，办法或许就在这些东西上。安切洛先生，你对这地牢最熟悉，带我们去看看，这地牢里是不是有一间专门关押士兵的牢房？你怎么知道？确实有一间关押损坏卫兵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失去了行动能力，被当作废品堆放。带我们去，只要能触碰到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傀儡，我就能找到我们逃出去的钥匙。好，跟我来。不过要小心，这地牢里还有巡逻的影子守卫。我说庭云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鬼地方阴森森的，我总觉得后背发凉。嗯，别说话，跟着安切，他在帮我们避开巡逻的影子守卫。别动，有东西。嗯，刚才那是啥？看着比外面的卫兵还邪门。那就是影子守卫，他们没有痛觉，刀枪不入，专门吞噬闯入者的生气。刚才多亏了这位小姑娘的蛊虫释放了一丝瘴气，掩盖了你们的气息。我的蛊虫，他们不是被压制了吗？在这里，只有死物才能存活。你的蛊虫微弱，但在影子守卫眼里和石头没什么区别。庭云，你带我们来看这堆废铁干嘛？难不成还能拼起来用？星海，你忘了我们在昆仑遇到的那个守护兽吗？这些士兵虽然被废弃了，但他们的核心动力源可能还完好无损。你是说这些士兵是靠某种能量石驱动的？如果我们能拿到那块石头……没错，这里的能量场压制了我们的灵力，但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些死物的能量，或许能反过来破坏这地牢的符文阵法。庭云，别开枪，他还没完全激活，这具傀儡还有意识。睡吧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就是当年楼兰王为了维持统治，强行植入我们体内的心。他把活人改造成傀儡，把死人变成兵器。不好！影子守卫发现我们不在牢房了，他们正在向这里赶来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走啊！走不了了，我们的数量够了。行，既然他们想捉我，那我们就用这地下世界的规则跟他们玩。
啊！准备战斗！庭云，这玩意儿的能量太狂暴了，我的枪快炸了！顶住！这能量虽然狂暴，但正好克制这些影子。他们是虚无，我们是实体，一时积虚。这晶体竟然真的能伤到他们！不只是伤到，晶体是空间碎片能量的具象化，它能破坏影子守卫的能量结构。星海，掩护我！好。见鬼，这玩意儿打不死啊！不是打不死，这地牢中应该有阵法，他们和阵法连在一起，只要阵法不破，他们就能无限重生。除非瓦解他们的能量，那就把阵法一起毁了。有效果，庭云，继续。不行，我的力量不够，这阵法太难。发色魔液？不对，他好像不是。凡人竟敢窥视神之领域，死！好强的力量！这应该是当年被碎片侵蚀的发色魔液的一部分。闭嘴！闭嘴！你不想再当傀儡了，对吗？那就让我们一起结束这一切吧！破！我尝试成功了，阵法破了。谢谢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的王终于可以安息了。曹人讲，我们也该走了，这地方马上就要塌了。我的天，这得有多少人？这应该是血祭，当年的楼兰王用全城人的血跟碎片达成交易，来维持这个地下世界的运转。谁？是谁破坏了我的国度？是你们！竟敢破坏本王的永生！糟了，我们破坏了阵法，反而让碎片彻底控制了他。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人了。快跑啊！一群废物，连个碎片都搞不定。控制碎片是我们龙首大人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这下好了，前有蜂王，后有豺狼。庭云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两帮手可都不是善茬。既然他们想抢，那就让他们抢个够。星海、阿叶，把你们的能量给我。发色魔耶呢？应该是靠胸前的那颗红色晶体。蝼蚁竟敢冒犯神威！碎片的味道，我把这股力量给吸收了，我就能真正成为神了。庭云，你做了什么？想活命，就跟我一起打碎他胸口的水晶。快跑！救命！不！
我的国度！不要走，带我走！星海，阿燕，别看了，快跑！青云，后面那2帮人跟得太紧了，等出了地面，肯定是一场恶战。先活命再说。阿燕，你的蛊虫还能用吗？还能用最后几只。怎么了？把他们放出去。我想确认一件事。找到了空之碎片，在上面。在这里？那我们刚才炸的那个水晶是？那是法藏魔印，用来维持地下世界的碎片。真正的空之碎片一直藏在这里。青云，把碎片交出来！跳！跳！活下来了。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想走，把碎片留下。庭元，把碎片交给我，我可以保你一命。沈苍，你做梦！星海，带着阿燕走，我来断后。你疯了！跑！走！想跑，做梦！我们先跑，再想办法救阿燕。算你们跑得快，不过这个小丫头倒是个不错的筹码。放开我，你这群混蛋！带回去，龙首大人会对这个苗疆的小丫头感兴趣的。该死，阿燕被他们抓走了。别急，阿燕不会有事的。幻龙组织抓她是为了引我们上钩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去救她？去神农架，不过我们得计划一番。这鬼地方怎么比罗布泊还瘆人？冷得我骨头都疼。别大意，神农架是华夏的旅行，也是龙脉汇聚之地。这里磁场复杂，气候多变，是幻龙组织最好的藏身之所。田园，看那边。确定吗？就在神农架深处。谨着本阙，龙首大人已经下令，要在神农架开启第2道门。第2道门是什么？先住下，晚上再行动。阿燕在神农架什么地方？这是九大湖，传说中神农架的冰窖。难道阿燕被关在那里？庭元，你去哪儿？你留在这儿休息，这是针对我的挑战。你疯了！这明显是陷阱。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连累你。星海，帮我个忙，如果我3天没回来，就去告诉我爷爷，我尽力了。出来吧！我知道你们在看着我。该死！这是什么？庭元，
你终于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马上就要死了。想杀我兄弟，问过我手里的枪了吗？不自量力！我靠，这是什么？星海，快跑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野人。我们好像无意间找对了地方。丁云，你看这符号跟阿燕背包上的简直一模一样，咱们是不是找对地方了？没错，这是苗疆古文字，意思是囚笼与献祭。阿燕一定就在里面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赶紧进去救他！别冲动，这地方竟然敢把阿燕关在这儿，肯定有重兵把守。而且你看那儿，这帮家伙竟然还会使用高科技。别忘了，他们能操控古代生物，自然也能掌握现代科技。咱们得想个办法混进去。这碎片竟然能和这铁门产生共鸣！我靠，这碎片竟然还是钥匙啊！看来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之中。他们故意留下线索，约我们来这里。那咱们还进吗？财都来了，不闯一闯怎么知道？啊！这帮家伙竟然在神农架底下建了个军事基地！别说话，这里的磁场太强了，巨龙盘已经失灵了。欢迎来到龙巢，客人既然到了，就别躲躲藏藏了。欢迎来到龙巢，客人既然到了，就别躲躲藏藏了。我就知道是个陷阱。出来吧，既然把我们引来了，就别藏头露尾了。凌云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少废话，阿燕在哪儿？别急，她很好，只要你乖乖把控制碎片交出来，我就放了她。不可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天元，这玩意儿咱们打得过吗？打不过也得打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代价。他体内的秘术，正是我们开启第二道门所需要的钥匙。你的碎片是最后一块拼图。你们这群畜生！庭云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看看你的脚下！欢迎来到新龙巢的诞生仪式。不要！放开阿燕！你们这群缩头乌龟，有本事冲老子来！你一个废物，有什么好冲你来的？你是谁？华龙的首领。你们可以叫我新世界的神。神？我看是神经病吧？穿个白大褂就以为自己是科学家了？无知的蝼蚁！当年我在749局研究龙脉碎片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穿开裆裤。你是749局的人，为什么背叛749局？背叛？沈仓那狗东西不也是煮酒阴的人吗？都怪庞家木，他为了所谓的规矩，毁了我的研究，毁了我的人生。既然他不让我研究碎片，那我就自己组建组织，
自己当首领。彭加木是你哥？彭加木是你哥？那你就是那个传说中因为走火入魔被除名的。闭嘴！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。现在，我要用这个女孩的血，加上空之碎片，召唤出始祖龙。仪式开始。住手，彭泽川！闭嘴！看着吧，看我如何创造历史！彭泽川，你哥哥当年阻止你，是因为你走火入魔了。走火入魔？不是他们不懂碎片力量的伟大。现在我要让他们看看谁才是对的。庭云，我们得想办法。没用的，仪式已经开始了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只要我获得了祖龙血，我就可以长生不老了。始祖龙，我的王，降临吧！首领，能量失控了，发样堆要炸了！不可能，数据明明是对的。始祖龙呢？给我出来！彭泽川，你的实验失败了，快停下！失败？不，这是力量的洗礼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阿燕，坚持住！既然召唤不了龙，那就把你们都炸飞吧！小寒，小心！既然你们这么想死，那就一起陪葬吧！星寒，你带阿燕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可是，快走，这是命令！想跑没门儿！你的对手是我。庭云，你以为你能拦住我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你以为你赢定了？告诉你，我还有后手。什么后手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那是引爆结晶。没错。这就是我研究的终极成果，现在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！你疯了！那是透支生命的药剂。只要能赢，牺牲一点寿命算什么？好强的力量！怎么样？现在知道谁才是对的了吧？你这是在自掘坟墓，至少我死前能拉你垫背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，而你只会被我踩在脚下。靠外物强行提升的力量，终究不属于你。至少现在我比你强。那可不一定。不愧是地质碎片，就是强横。庭云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你的药效快过了，现在的你只是个废人。是吗？想跑？让他跑了。怎么样，抓住那个疯子了吗？让他跑了，利用传送装置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……不关你的事。我们也没想到暴龙会抓你，还差点让你被陷阱。击掉他，快走！
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去幻龙组织老巢溜达一圈。隋唐，天下第一坛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当年长安城的天坛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元丘。从隋唐到唐末，一直都是皇帝祭天的场所。看来需要去那里进行4线归位，稳定龙脉。事不宜迟，那我们现在出发。就是这里了。笔记上说的隋唐第一坛，是当年大唐为了镇压龙脉暴动而建的最后防线。太安静了，按理说这里应该有人守着才对。这祭坛不是在镇压龙脉，更像是封印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把4块碎片归位，爷爷的诅咒就能解开，龙脉也能恢复平衡。庭云，把碎片交出来！沈苍，你作为749局的副局长，难道也要阻挠我修复龙脉吗？背叛！不，我是为了进化。这龙脉不是用来守护的，是用来格式化的。只有把这混乱的世界重置，才能建立完美的新秩序。庭云，把碎片给我，我还能让你们死得痛快点儿。彭泽川，你竟然没死，还和沈苍混在一起。哼，跟谁合作不一样。沈苍答应我，只要帮他拿到碎片，就给我不老丹。那颗丹药能让我再活20年。彭泽川，只要你帮我拿到碎片，那颗用昆仑雪莲和龙脉精气炼制的续命丹就是你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好，沈苍阴险，彭泽川贪婪，这2人联手，我们很难突围，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内讧。彭泽川，沈苍的话你也信？他连自己的同伙都能清洗，会给你真正的续命丹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帮我拖住他，我用家传秘术帮你压制诅咒。你没骗我，彭泽川，这就是不老丹，世间仅此一颗。只要你帮我拿到碎片，它就是你的。彭泽川，为什么沈苍不动手，非得让你动手？他只是拿你当挡箭牌。是又怎样？如果你死了，那就是卷龙干的，跟我沈苍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算盘打得可真是叮当响。是真的，我能感觉到那股生命力。沈苍，我谢你一回。秦云，去死吧！只要碎片归位，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彭泽川，最好别让我失望。妈的，他力量好强！庭云，想想办法。我的虎盾它没用。沈苍，碎片我拿到手了，不老丹给我。想要续命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去接了。啊，是我的了，我的命！蠢货，那不是续命丹，那是化骨散。想跟我谈条件，你也配？现在碍事的垃圾清理干净了。庭云受到卷龙组织追杀，我沈苍击杀了卷龙首领，却没能救下你们几个。你们看，
我沈苍还是英雄。天要下雨了，是时候送你们上路了。庭元，你爷爷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？这隋唐第一坛是我祖先当年亲自选址建造的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听我指挥。沈苍，你为了权力，连国家的龙脉都不顾了吗？龙脉那只是寿服华夏的枷锁，我要打破它，建立一个由我主宰的新世界。云云，挡不住了！什么人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庭云，爷爷就算死也不能看着国家的龙脉毁了。廷尉国是中了斑疮诅咒，只剩3个月命了吗？我的诅咒虽然没完全好，但撑到这一步足够了。包围沈苍，不准他动碎片！包围沈苍，不准他动碎片！廷尉国，你坏我大事！既然你们不想让我好过，那大家都别想活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呀，住手！沈苍，如果你摔了他，整个华夏的龙脉都会暴动，你也会被反噬成灰。沈苍，放下吧，你赢不了他。廷尉国，算你狠，但这游戏还没结束，后会有期。追，别让他跑了！报告，人不见了，就是瞬移了。是他复制碎片的时空能力，让他去吧。现在的重点是祭坛，青云没时间了。沈苍虽然走了，但龙脉已经失衡，你必须立刻融合碎片，镇压龙脉。水之源归位，空之境归位，地之脉归位。爷爷，我庭云，这是你的使命。天之极归位，四象合一，龙脉镇压。成功了！我们真的成功了！爷爷，你的呢？你的斑冲呢？太好了！辛苦你了，庭云。寻龙盘怎么动了？嗯？奇怪，地脉不是已经平衡了吗？不可能寻龙盘还在动静，而且这次的能量反应比龙脉碎片的还要强大。啊！庭云，怎么了？爷爷，寻龙盘有异样。有异样？爷爷，寻龙盘有异样。有异样？看，地震了！不是地震，是磁场。你们看窗外。是爷爷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当年为了调查碎片的下落，我跟老庞在7次9局的档案室查询到上一次龙脉碎裂的时候，也出现这样的天气。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凤凰山的时候，李梦前辈说彭教授还在下面？
什么？老彭没死？当时林峰前辈这么说的。按照推断，彭教授应该还活着。那看来，这世界上真的有地心世界。爷爷，你刚刚说什么地心世界？你们知道 UFO 吗？很多人都以为 UFO 是外星飞船，但根据749局例来调查 ，UFO 其实是从地心世界出来的。老彭当年也一直在调查地心世界入口，直到有一位牧民说在罗布泊发现了 UFO， 老彭才去调查。难道罗布泊有入口？想必是的，看来地心世界的生物又要不安分了。